做这个题目感觉就是要告诉别人有这个可能性，就性爱是可以分离的。对，我有一天跟我的美甲师聊说我在做这个题目，我说我觉得我很困惑，就是有没有人可以这样。他说我他说我很厉害。对，他说你在哪里美甲？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，一个出租成见、探索未知的地方。这种性格其实蛮适合当制作人。你就讲徐汉强那天的访问为什么疗愈到我，我记得他讲说好像注定在现场，就是我们都想让别人满意，注定好像会有一半的人不喜欢我们，因为制作人的工作是做 A 跟 B 两个人的协调，所以我就后来发现，就如果我希望大家都喜欢我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我要不让 A 高兴，要不让 B 高兴，要不就是我们达到一个平衡之后，其实你们各有一半不高兴。我觉得这东西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告诉我自己，这个世界上就是会有一半的人对我不满意。对，但是我后来告诉我自己，我也会告诉我协调这两边的人，除了你们两个满意以外，我要满意，因为我们的工作在平衡大家，很少人照顾我的感受。所以那天记者会上台的时候，就是景华搂了我一下，说你有没有放松一点？我觉得就是一个这么好的女演员，这么好的女明星，是她在记者会上关心了我好不好？我觉得竟然有人关心我好不好，我觉得我那一刻被接住了。我的工作必须照顾大家好不好，因为我要做这中间的沟通协调，这个剧组才能往下。在拍摄期间我会接到电话，一定都不会是好事，好事不会通知就有问题有麻烦的时候才会打电话给制作人。好辛苦哦。所以后来我们第二天一起做访问嘛，我就问他说，你问我好不好，你有看出来我很紧张吗？他说有啊，我一直觉得你很紧张，所以我觉得很窝心。你成为制作人多久的时间了？我成为制作人，这是我第一部作品，但是我从开始做这件事情到今天应该有5年，所以今天为爱一起鼓掌是你第一部制作的作品。其实严格说它是我第二部制作的作品，但我们第一部作品还没有播出。但是因为这好酷哦，涉及到商业机密，被下了封口令。第一部做比较久啊，对，所以这其实是我们第二部作品，但是它却是第一部面试。这个点子是一开始就想做的，就是比第一部作品更早想做。OK， 我有听说这一部是你想做的东西，为什么？我们先谈一下这一部在讲什么好了。他是在讲性治疗，他在讲一对不能做爱的夫妻，然后分别找上一个性治疗师，然后这个性治疗师在协助这对夫妻可以好好做爱的过程里，他自己也被疗愈了。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子的题材呢？我觉得有官方的答案跟个人的答案，那我们不要官方。OK， 我给你一个机会讲官方的，好不好？官方的答案就是那时候，格雷的50道阴影的时候，对我看的时候觉得，哇哦，就是有拍给女生看的关于性的作品。OK， 然后我觉得它有一点偶像剧，觉得让女生看了很开心。有，所以我就想在台湾也做这样子的故事。其实基本上亚洲也没什么这样子的片子。我那时候在找编剧跟找导演的时候，每个人都问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露点。我就想说为什么要拍跟性有关的东西，你第一个关心的要不要露点？我想说跟点什么关系啊？的确也在这个过程发现说，即使是在亚洲或是在大部分在讲性的东西，不是就是那种像美国拍的就是性趣味的东西，要不就是欧洲的情欲流动总是伴随着疼痛跟孤寂。但我想说有没有那种甜甜的然后很开心的甜甜的然后的性的东西。我又刚开始做制作，其实不太知道怎么弄，我就想说那好学生的性格，那我们就先来做田调吧。我们广泛的收集资料的时候才发现台湾其实有性治疗，而且可能我用蓬勃这个字，但是我当然被记者问的时候，记者就说有多蓬勃我觉得丰富吧，没有说很丰富，但比我想象中丰富。是多丰富多丰富，就是他从纯粹的心理咨商，就是聊天的这种就是纯咨商，到真的帮夫妻下去做桥的这种都有。那最后我们是中间派，就是体位的在桥的，有还有什么有民俗疗法，
对，真的会让你夫妻不只是民主，他是就是你们夫妻在那边真的就是帮你们调位置，帮你们实操都有。那当然也有我们护士实境现场，对，帮忙推屁股吗？没有乱说之类，但确实有一些个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点受伤。我说不是身体的受伤，心理受伤，对，因为他可能受挫了，对，反而受挫。这让我想起，就是我都已经不记得几年前，我其实看过海伦杭特的一部片叫《幸福疗程》。老实讲，我在做这个故事的过程里头，我觉得很多人问我点啊，然后问我到底想怎么做啊，我说我想要很温柔、很疗愈，没有人知道我在讲什么。找到性治疗这个时候，我就想起我当年看《幸福疗程》的时候，海伦杭特全裸，然后包括他帮一个就是残障的人协助他能够做爱，我当时的感觉，我觉得我被疗愈了。我不是因为看那部片去找性治疗，我们是找到性治疗这填调，我才想起大概10几年前我看了这部片，我就想说可能甜甜的偶像剧在台湾不好做，但温柔且疗愈这个方向可能 OK。然后温柔且疗愈，我们真的也就是找到这样的个案的故事，所以就写了这样的故事。那是个人的原因，就是其实我对性体挺好奇的。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就要讲我们这一代，就是我跟编剧两个，我们就发现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真的不太懂，没有人教，不知道去哪里学。然后我们的身体也不太熟，跟身体不太熟，跟自己的身体不熟，不太熟。但是这都不是我当下，都是往后再走的，在写这一部，对，在这个过程里头，我才逐渐了解说为什么我会想做这件事。当初一定人家问我，一定会讲说性有市场性啊，因为我做行销出身的。我也是后来这个过程在梳理，我就想说应该是我本来就很好奇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，就是我觉得每个创作者自诩为创作者，我觉得都在解决自己生命中的疑问，可能不见我们当下知道。比方说我们剧中也有就是 Ella 这个角色看自己的阴部，我必须说时至今日我也没有好好拿镜子看过他。一般的人应该没事不会干这件事，特别干这个事情，因为那个也是需要调一个特别调一个角度，不容易的，它不是一个很容易干的事情嘛。就我跟我们编剧两个，我们就发现，就是想拍一个给女生的健康教育，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想要有的健康教育课啦。那你们做了很多的田调啊，我想要知道说你田调多少故事，然后有拍出来跟没拍出来的。这个故事就是 Ella 演这个角色，其实就是我们访问到的一个个案。这个个案我感动了，我也感动编剧，就是他是一对夫妻，然后他们已经生了2个小孩，但是他们后来不能做，然后他们就去找性治疗师去做治疗，后来可以做了。然后先生就觉得我们之间问题解决了，但是太太觉得我们可能可以离婚，所以可以离婚了啊？对，所以我们在采访他们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在谈离婚，但我们不知道后来他们有没有离婚。就是太太在这个过程里头才发现，他们2个之间的问题不是只是不能做，但我这对我来讲很有趣，就是男生很功能导向的，就是我们不能做去解决不能做，解决了不能做，我们之间就没有问题。是女生觉得我们能做了，那个问题才大条，因为能做这件事解决了之后，就被迫要回来面对剩下来真正的问题，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梳理了这些问题。我们填掉了这个就是这一堆资料之后，在我找到我的编剧的时候，我跟他说我们有这么一个个案，我觉得对我来讲很有趣，就是显现出男生跟女生面对问题的不同，以及当你的身体的问题被解决的时候，你才发觉原来在身体的问题背后那个心理的问题。我们其实做这个填调跟找这个方向前后花了3年，但我们写剧本1年就写出来了，就是把这个初步从你脑中一个未成型的概念，慢慢的去把它变化，找适合的人，去找真实的案例，然后去到最后把它编出来，这个需要花三年这么长时间2-3年吧。那你在填调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你有没有突然间惊讶，就是原来不能做的夫妻蛮多的？不止不能做的夫妻蛮多的，而且发现有各种性的问题的人也还蛮多的。我们也填调到说，有人会看到大便会兴奋，看到大便会兴奋，那是可能，但当然这些我们没有写到故事里，就是恋物，
我们最后的恋物是放在味道上，没有真的用在大便上。有一些 fetish， 就是有些是对皮鞭，有些是虐待性的吧。有性是很复杂的。所以我们这次其实也碰了一点点 SM， 但是老实讲，我觉得 SM 这个领域又非常的博大精深，我们没有对 BDSM 是超级广的，真的我们没有很深入，我们还是只接取一点点，就是在 SM 里头，就是我应该讲说这个戏最终还是在讲关系，所以就只是在讲 SM。如果有人一方面觉得不舒适的时候，他该怎么处理？讲回这对夫妻，就是他们是一起被我同事防，他们愿意拿自己这么私密的事情出来跟别人分享，而且他们正在谈离婚这件事情，对，我觉得我蛮惊讶的。所以后来我在想，人可能都有被理解的需求，有，对，就是这些个案里，我觉得完全的有。我们今天在看的时候啊，我好像可以理解杨谨华演的那个角色的心情，其实很多人不理解耶，我花了很多的功夫在这个角色上。我比较能理解杨谨华，我比较不能理解 Ella 那个角色。我也是，我的导演、我的演员，包括很多，可能我们在做后期的时候，我觉得没有很多人理解杨谨华那个角色，因为他比较像我，所以我很理解。但我要花很多力气去跟别人解释，包括跟谨华。其实我们应该是拍摄的第2天，我觉得导演可能没有真的，导演比较理解，因为我们导演很像青瑜，就比较像 Ella 那个角色，我比较像谨华，所以导演在面对谨华的时候，没有在一开始拍摄的时候没有让谨华非常非常理解这个角色，所以拍了2天的时候，谨华就卡住了，就忽然不知道要怎么琢磨那个角色，对，因为他始终没有很理解，我就跟他说我是怎么想这个角色的，他就懂了，但是蛮有趣，就是对我跟导演就是一个是Ella， 一个是谨华，连我们在做后期调色的时候，我们摄影师都觉得这个女人很冷酷。我觉得谨华这个角色很冷酷，我没有这么觉得包括伯杰也不太理解，我觉得他演完都没有理解，他没有理解杨谨华，他没有理解。其实我们家2个男演员就是王伯杰跟杨佑宁，在读本的时候，那 Ella 对这个角色很理解嘛，然后 Ella 就讲，后来又就说算了，我就带着我这个不理解的心情演到最后，我都叫 Ella 的先生姐夫也是拿到剧本跟我说他很难理解。基本上杨谨华是在演一个很懂性但是不懂爱的，对，然后 Ella 是在演一个很懂爱但是不懂性的，算是对，算是反过来。我现在也不确定他真的懂不懂爱，那个起始点应该起始点完全没有办法，或者说没有办法做爱的人，他有爱，对，没有办法，性有困难。但我其实自己看的感觉是，我觉得这个社会上啦，应该像就是 Ella 这个青宇这个角色的人，应该会稍微多一点，就是以整体，比如说100个女生的话，感觉啦，真的应该是偏 Ella 那样的女生会稍微多一点因为我很不理解，我在过程当中，我常常跟编剧表达说，我很不理解他，就我不太喜欢他。你自己是制作人，你不太喜欢 Ella 那个角色，不太喜欢。然后他一直告诉我他是大部分，对，我其实觉得大部分人应该是这样的。为什么？然后那个杨谨华演的那个角色应该是稍微少一点，不，应该少蛮多的，我觉得应该少。是女生想变成的女生，对，不是大部分的女生，所以她真的不是很被理解。真的包括演员们、导演们都不理解，都一开始都需要我很多的解释。对，应该说以台湾目前的风土民情来讲，以我们这个民风保守的这个真的的状态，我自己的感觉是这个比例是不一样的啊！我以为是反过来耶，没，我也被说服了很久。你认知的社会跟你想象的不一样的，但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。然后不然我们听众在底下留言，你比较像 Ella 还是嘉一？比较理解，不要说像，对，或是比较理解杨谨华、嘉一的角色。对，我们帮他做个统计啊。那他们要先看完4集才能。可以啊，你看完4集就可以。这一部叫《今天一起为爱鼓掌》但是如果你只看4集，其实你没有什么看到。对啊，那个角色。对，伯杰应该是后面比较多。那我可以说你应该是比较能够理解杨佑宁那个角色，因为他比较像啊。
那个其实好像也是大部分的男生，大部分的男生大，部分我比较像杨佑宁那个角色吗？因为有可能，单纯一点。可以这么说，还是想粉饰太平。也可以这么说，他没有那么多纠结啊。没有不过他尽量把事情简单化。对啊，对啊，但伯杰那个角色就比较不一样，他自己纠结在他自己的心理状态就已经美糊啊，所以他就很无暇去 take care 其他。而且他好像有点活在自己的建构的世界里。他那个角色比较没有办法跳出他原来的世界，对，所以他那个角色比较难被理解，跟也比较少啦。某种程度上来说吧，应该是说，我觉得他的设定、身份背景可能比较少见。那我觉得那个活在自己自以为我在对你好的那个状态，那个自恋性人格其实还是蛮多的。哦，我懂你的，但很少人像他这么鲜明的，比较隐性，在这个社会上，比较少人会有这么鲜明的自恋性的性格吧，但是隐性来说，其实蛮多人也蛮自恋的啊，但我们聊回来啊，就是在这部剧里面，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觉得性跟爱是可以分开的吗？我现在觉得不能。你现在觉得不能，对意思可是你在还没做这部剧之前呢，你觉得可以？我觉得应该可以。但你觉得应该可以，是因为自己年轻的时候是可以的吗？我应该有时候人有时候会有点自以为。你是意识上，不是实体上的，就是我的觉得理智上，我觉得应该可以，但我的经验上觉得不可以。经验觉得不可以，所以你尝试过了，就发现不行。对，加上做这部戏，我们做了很大量的填调之后，所有都会告诉你不可以。比较粗一点的，最好的春药就是爱，所以我觉得不可以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性的秘诀，就是爱。我觉得一个身体有没有被爱是感受得到的，但是我们直到今日啦，就直到最近，就是我们在跟几个合作的团队在讨论的时候，当我说我觉得一个被爱的身体是可以感知到的，这个男生喜不喜欢你的时候，在听我讲这段话的另外一个人，他很惊讶，他觉得真的能感知到吗？我觉得可以。我自己的经验，但你觉得在年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事情？我觉得还是我理智上可能就是我们会想象我们是一个进步的人，所以一个进步的人应该觉得性跟爱是可以分开的。但是在我的经验里头，我觉得我没有被爱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我可以感知到。我突然理解杨佑宁的角色跟伯杰的角色，就是在他们在跟另外一半做爱的时候，我这样解读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，我觉得杨佑宁那个角色虽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比较 take care 另外一半，但其实在性爱上面他没办法。王伯杰是比较在生活上无法 take care 另外一半，可是在性爱上是可以的。但我觉得其实我的感知有一点可能是相反吗？反。因为王伯杰那个角色看起来很厉害，但我觉得对方应该知道哪里不对，只是看起来厉害而已。哦，你说性上面看起来，性上面厉害，但是有可能我很在剧情的设定里，因为我感觉到王伯杰在那个角色里头，我们一直在讲这个，会不会大家都一直套那个脸？王伯杰的脸，就只是在剧里面的那个角色给的感受啦。就是我觉得他的心里面一直想要让对方开心，是。所以他一直纠结在这件事上，是因为那个是他心里面觉得嘛，可是他生理上办不办得到另外一回事，是，所以我就对，所以我刚刚也对，没错，对啊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对我来讲，王伯杰的角色是在生活上的心理是没办法去照顾他人的，所以他借由这个管道对去照顾别人，可是实际上能不能照顾，不知道，懂？什么是照顾呢？他就是很想要让对方开心，让对方高潮，所以试着满足对方啊。对啊，所以因为他一直在脑波里面一直输入这个，我很想让别人高潮，我很想让别人高潮，他已经忽略了他自己开不开心。性爱上是属于服务型人格，这两个男生都用他觉得爱的方式，不论刚刚讲说在生活上或在性爱上照顾对方，但其实男生
不管是没有弄懂、没有意愿，还是没有那个能力去弄懂女生。我觉得这是就有时候男生女生有点各说各话，没有真的搞懂。觉得我一直在照顾你，我一直在服务你，可是女生一直在告诉你，这不是我要的照顾，不是我要的服务，然后一直没有交集，所以变成这些的问题就发生。性爱的沟通其实比日常的沟通还要难，到底为什么？我觉得牵扯到自尊。是吗？是自尊吗？我觉得耶。比如说我们吃饭，我喜欢吃什么，我不喜欢吃什么，我应该很容易就可以跟伴侣说。可是他说的是对的啊，玉如说的是对的啊。是自尊吗？是自尊哦，是自尊吗？其实有的时候会怕伤害到对方的自尊啊。不是自己的自尊，是怕伤害到别人的自尊。是这样。如果讲性的方面的话，就会怕说，你好像没有提供到一个优质的服务。我觉得关于性这件事情，它不单单只是我们觉得因为在台湾或在亚洲很难以启齿，我觉得它还有跟很多，它好像就是跟你的能力，大家对会牵涉到跟你的能力，跟你的自尊。然后当然回到女生，就是如果你对这件事情很有渴望，对，我觉得也大家不会去正视一个很有欲望的，会说你是玉女。对，就是也不是很多很正面的名词。对，但有时候我在想，我们在讲的时候，能很坦诚的面对这件事，还是嘻嘻哈哈？嘻嘻哈哈。我觉得讲到性的东西，我们都很容易开玩笑。我必须讲，就是现在这个戏跟大家在沟通的时候，我们也还是尽量用一个比较嘻嘻哈哈、轻松的方式。我没有，我觉得这过程我看的感觉有的蛮严肃的啊。有感觉到有啊！我觉得看了某几幕，我觉得看得还蛮那个的啊。比如说 Ella 在镜子前面抱着她自己，拥抱自己那个。就全裸的一个状态，就是你刚刚讲的，有没有跟自己的身体很认识这件事啊？对，确实就是我们在讲性这个东西，其实我觉得核心还是跟自己身体的相处，跟你另外一半身体的相处。而且我觉得那一幕拍得蛮好的，就是你找了一个阿姨，然后她是切除义乳的阿姨，对，就是对，就乳癌的。那个画面还蛮震惊的。拍的其实这个是让我自己也蛮感动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们这个画面要播出前，我还是会蛮在意阿姨的感受。所以我们特效那个镜头做完之后，我其实是有请我们的 casting 传给阿姨去确认一下。他 OK， 对，他 OK， 然后说他其实很感谢我们。他说他去接演的时候，他已经觉得他面对了这件事，但这整个过程让他更坦然的面对自己的身体，所以他很感谢我们。其实拍的那天 Ella 也很感动，就是因为阿姨很坦率，那个画面真的是蛮震撼的，而且我觉得那个特效也处理的很不错，他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就闪过去，什么都没看到，但什么也都看完了。对，因为我们在做田调的过程里，发现其实很多人对性有不同的欲望跟不同的想象，也都在寻求被认同跟被理解，所以我们也想要去展示，其实不论是什么样的身体，什么样的欲望，就是让大家知道都可以。我突然觉得性这个字蛮酷的性其实是超级难聊的。它为什么难聊？是因为它是第一个它非常私密，第二个它非常丰富，再它非常多元，每一个人对性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，然后它又很矛盾，它又很冲突。但我突然间理解为什么为什么性这个字是因为有心啊，所以大家才会寻求什么是爱啊。如果性不是这个字，是其他的字，可能就有不一样的解释了。可是性这个字的旁边是生你知道那个生很多的解释，它可以是一个很出生之犊不畏虎的那个生，这个字就是很 fresh 的，它是很 animal 的。
animal 它可能也还有一个非常 pure 的，可是都还伴随着心啊。对，然后它无论如何，它也可能是一个生活，它也可能是一个生存，在另外一阶很有可能是生小孩。但无论如何，生这个字，我们不是把它变成跟别的字一起去组合的时候，光生这个字很 pure， 它很 fresh， 然后它很任何的很 animal 的、很原始的、对，很初始的那些东西都伴随着心。当你去认识到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很恐怖细思极恐。天哪！如果把心丢了，是不是就可以好一点？所以我在想，我们是不是就比方你刚刚问我，就是性跟爱能不能分开？我在想，也许我们觉得可以分开，是因为我们真的很想让这个事情跟心无关。是啊，因为跟心有关，它就很复杂。对，但是我们能不能让那个最原始 animal 的东西去奔放着？但我们后来发现，就它一旦扯上心，它就如影随形啊，它就有点烦，它就是一定会跟着你啊。因为性这个字，它就是一定有性。所以其实老实讲，我自己也很好，就是说我到现在依然没有答案啦。就是我也很好奇，有没有人可以真的只有性没有爱？但我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就是我们在第2集的时候一开始的那段话，做这个题目，感觉就是要告诉别人有这个可能性，就性爱是可以分离的。对，我有一天在美甲的时候，跟我的美甲师聊说，我在做这个题目正在做的时候，我说我觉得我很困惑，就是有没有人可以这样？他说我，他说我很厉害。对，他说你在哪里美甲？对，他说我很厉害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像登山，或者像某一种运动。他说我很棒，我跟男生跟女生都可以。而且他说我的技能很好，他就觉得他对这件事情很有天分。因为其实我是一个蛮硬的人，虽然做了一个这样的案子，我觉得那种坦率是我很想要的感觉。很自由的感觉。可是当然他后来再往下讲，他就讲说，但是后来发现，他觉得这个就像登山一样，就是今天登山是一个有一点点危险的运动。那如果他去登山，从事这个危险的运动，他的另外一半会觉得有一点担心的话，那他会尽量不去登山。他后来稍微就是没有收敛一点，对，因为他觉得他另外一半会担心。我觉得我有买单这个说法。那我觉得最后是不是还是爱？他有很多的炮友，但是他把这件事情形容的非常的纯粹、健康，因为他觉得有人很擅长，很擅长打羽球他把他当成对运动，就是他很会，就是他有天分的。有些人数学很好，他说我真的在性爱这件事很有天分，他很会做爱。我懂，他觉得我不去好好发挥我的天分有点可惜。他把它当成一个 sports， 一个运动就譬如说我们现在下班有时候会去打篮球，会去游泳，为什么？他是下班去打炮而已，就是差别在这里啊。而且他男生女生都可以。就是他是，如果你把它用健康的角度来看，对，它也是一种运动，它也是一个运动啊，不见得是坏事啊。如果让他另外一半担心的时候，他就会思考我要不要继续从事这个兴趣跟运动。对啊，就比如说有一阵子我小孩生了，我就不会去打篮球，因为我要想要回家帮忙照顾小孩。那我如果还是去打篮球，我要花很多时间，3-4个小时，我老婆就会不开心嘛。在某程度上，它可能或许是相似。单纯一点来看啦，我觉得性最有趣的事情是因为它有非常多跟爱是互相制衡的事情，所以它特别难讨论，它也特别需要讨论。它也是最不容易讨论出一个结论的东西。所以他跟爱这件事情扣在，他会很容易伤到。对，然后他也不是说你告诉我说他就是没有性的爱就不是个东西，没有欢乐，没有，其实通常还是有欢乐，通常，所以它就是一个禁忌的话题，是因为它某个程度上它是不符合现代的道德框架的。等一下，你知道禁忌跟禁忌是一样的发音吗？它也算是一种禁忌啊。还有2个人，他就会有一些较量，但是我觉得也很，我觉得我好像被说服了，就是性也可以这么简单跟纯粹。因为他讲的时候真的好开心，不是像电视上演的今天如果我各种约炮是因为我欲求不满，或是因为我今天什么，我觉得他就真的把它当成一个我这件事情很擅长，蛮好的。我觉得所有的人世间的所有一切都是相对的，对我来说是这样。所以像我是比较没有道德观念的那个，但是我
个人的道德是框架是守得非常严谨的，就没有道德人，所以可以守。对我是因为我知道我可以最没有道德到什么程度，所以但我平常是很乖的那种，但我其实是最没有道德的那个人，所以我可以讲出很没有道德的话。你每次都只是讲而已、啊，对，我就是讲而已。但你的行为都不是那样，就是做不到。对、啊，但我可以想象，就是因为有框架，所以想象力才会自由嘛。我觉得我是对别人很宽容，但是我也是自己做不到的人。对啊，你们两个就一模一样、啊。好学生嘛，我们好学生嘛，好学生。喝酒。我为什么经常性的遇到好学生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不一样嘛。你平常的纠结比任何人都还多，遇到道德边界的挑战的时候，我们的纠结比你还多。什么意思？所以我没有什么道德，你没有道德啊？不是，我们是没什么道德，你是道德是什么东西？哦，真的不是个东西，因为我喜欢拜德的东西。对，他特别喜欢拜德，我特别喜欢拜德。那我们还是意识得到什么是道德？对，你是知道道德在哪里？我觉得讨论到这个性跟爱就没有办法跟道德脱钩了，很多时候。然后性跟爱的观念，它会一直在我们道德边界的调整之下，它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诠释。它最难的事情是我其实在看的是这件事情，那你就去讨论说，人为什么要有道德？假设你一个人活在荒岛上是不需要道德，因为没有人会管你，所有的道德都是因为我们是群居的动物，我们需要顾虑到其他人跟相对应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才需要道德，是为了大家一起好好生活，我不要让你受伤，你也不要让我受伤，去产生出来的东西，然后它是一个变动的东西。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道德是一种安全感，我们都需要一点游戏规则，知道我们的边界在哪里。当没有的时候，我们会突然没有依归，但我不确定是不是人需要这个东西，还是亚洲人或台湾人需要这个东西。我觉得我们好像有一些就是有游戏规则，是不是比较容易？没有游戏规则的时候就有点不知道。但你是属于那种有游戏规则，然后你要去打破那个游戏规则，还是没有游戏规则，然后你会感觉到很困惑的那种人？我喜欢走在游戏规则的边缘的人。之所以没有游戏规则会困惑的原因，是因为你只是想要打破那个游戏规则。我发现我在念书的时候，我一直以为我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学生。比方又像我那个年代，其实还有发镜，有发镜的时候，你就特别想留得特别长。然后我是从有发镜到没发镜，就是我高一高二的时候应该是有发镜，头发就想特别留得特别长。等到一没有发镜的时候，我就剪到男生头。对，就是我在当学生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好像一直想要去挑战那个边界，但反而出来工作以后，我觉得我越来越守规矩，就是我会一直去研究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是什么，我尽可能的遵守这个游戏规则，不要影响到别人。为什么你是这么一个就是有道德框架的人，但你却可以理解杨谨华这个角色？因为那个是对我自己的对，我不确定那是不是拜德，但是我从有意识以来到最近跟伙伴一直在聊这个案子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一个伙伴问了我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出轨了又回来，你会不会接受？我觉得我会耶。就是我觉得人会出轨，人会喜欢上别人，就是你的伴侣会喜欢上另外一个人，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我可理解的事情里。我不会把我的道德框架放在别人身上，但是我可能比较怕我自己失序。它其实是两回事。我拜德是我的事。我有没有道德也是我的事。我要不要把这个拜德跟有道德这件事情框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，那也是另外一件事。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有3件事了，一个是拜德，一个是道德，一个是框在别人身上。所以把它拆开来说，其实你应该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。可是你可以去理解那个拜德。OK， 对，应该是这么说，对吧？但我可以当别人小三，只是我刚好没有机会，不是，就是最近没有机会而已。但如果有机会，我没有。我知道你是，所以你是很有道德的人，你也可以理解别人没有道德，你也想要去探索你自己的边界。应该是说，我可能不会觉得我很有道德，我觉得就是越到这个年纪，我越不喜欢失控的感觉。等一下，但是你等一下，不是，等一下，我问一个问题。你刚刚说你只是最近没有机会，但过去有机会。对啊，我不会排斥，所以你有把握那个机会。
有啊。所以你觉得你过去有拜德过？如果小三是拜德的话，那应该有。那你觉得小三是拜德还是？我没有觉得小三是拜德，因为我觉得此生要遇到就是你爱的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啊。所以如果你遇到爱的人，你应该要不择手段。所以所以我们刚刚在讲什么道德、什么拜德，根本就白搭嘛，白讲的啊。对，其实我一直希望有一个剧情，但最后这个剧情没有呈现在剧本里。我一直觉得就是杨锦华这个角色，应该要把林书哲抢过来，就是姚宁这个角色抢过来。但是我们所有剧组的所有的人都不认同这件事，就说不 OK， 为什么？因为你不能抢你好朋友的老公哦。他最后，所以大家观众也不会看到这样的剧情，因为他们觉得观众不能接受。大家都真的，我没有说服任何一个人，从我的编剧到我的导演到我的伙伴到我的演员，我没有说服任何人。说不定不能接受，讨论度会比较高啊。你想这样走的原因，是因为你觉得他们两个人的灵魂比较接近？我觉得他们俩灵魂比较接近。如果是我其实不会管他是不是我好朋友的先生。所以你觉得人跟人之间，我们先撇除道德的框架，戏到这儿比较好看啊，所以应该要贯彻我的意志。对，因为我其实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，因为这是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？你觉得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应该去追求那个灵魂的接近，而不要去管这些世俗的框架吗？其实，对。就 deep inside your heart， 虽然我也应该是这样困惑，后来就是剧中其实有一段剧情在讨论说什么是灵魂伴侣嘛，对，这当然也会随着年龄的不同阶段，你对于什么是灵魂伴侣会有不同的思考。就是在年轻的时候，我就是喜欢长得帅跟有才华的人，然后对于安定的生活这件事情是会觉得是无聊的。当然就这样听起来好像觉得我很会谈恋爱，但其实我非常非常非常不会谈恋爱。但是到这个阶段的时候，我会有点后悔错过像林书哲这样的男生，就是一个简单、无聊、朴实无华，因为我觉得那个也是爱啊。但是当我认知到这件事情已经太晚了，我已经到这个年纪了。但现在如果遇到这样的人，你还会跟他在一起吗？他还是会挑王柏杰吧？不会，我的朋友可能觉得我还是会挑王柏杰。对，但是当我遇到这样的男生，他们都已经结婚了。题外话哦，杨佑宁的角色是不是很像杨佑宁本人？我觉得他演的太好了吧，哥，我都觉得他杨佑宁本人就长那样了。是吗？我不知道。回家就打电动。我们旁人但其实他不是，他应该不是，就是他不是一个，就是看篮球看棒球对，他不是。我也觉得很像他本人，对啊，但是他自己觉得其实还好。有他有去骑脚踏车啦，我看他。对啊，但是杨佑宁本身也是一个，我觉得当然从我的角度来看，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比较简单，我觉得他会让事情变简单的人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的感觉，因为我跟他一起工作。那王柏杰本人是不是很像王柏杰这个角色？我现在是开始八卦，坦白说，我们没有这么熟。好，那杨锦华是像杨锦华，杨锦华不像，非常非常不像。但是这真的是我没有预料到。那 Ella 有像她在里面演，也不像，也不是，他们两个相反。但是我后来觉得，对啊，他们两个是在剧中里面应该会不会是相反的？其实互为表里，就是 Ella 那个角色，我们想表达是一个比较犹豫不决。但是没有那么勇敢，但我觉得这也是到后来我们才明白，但是其实他比较勇敢，他只是在做那个勇敢的决定之前，他会很多犹豫，但他还是不理解吧，但是但他还是一点一点的去面对这些问题，但反而我觉得我对杨锦华那个角色的投射不是来自于他很会说爱，是来自于我觉得一个一直要表现自己很强跟很豁达的人，可能在逃避跟掩饰某种脆弱，确实，所以他假装在忙别人的事情，所以他可以逃避解决自己的问题，但他自己的问题比较大，其实他问题比较大，他问题很大，所以我其实对这个角色比较有同理。那你觉得你自己最像哪一个角色？就是个性上比较像锦华，但在性爱上可能比较像青瑜，就是比较像 Ella 这个角色。我也是嘴巴讲别人讲的比较厉害，但是其实我自己是很
拘谨的。你在做这个作品，你现在回去看，你当初可能懵懵懂懂就开始，不管是开始问啊，开始找导演、找编剧，然后去做田野调查，然后做了很多事情，然后慢慢的在这里面去梳理这很多你自己的情感或者是自己的想象。你怎么回去看这部片在你的人生当中代表了什么意思？其实也有人问我说，就是这是你第一部片要上了，你紧不紧张？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强烈的疏离感，因为我觉得这段时间实在是太，我觉得老实讲说这件事情超出我的能力范围，有一种近乡情怯吗？也许是近乡情怯，或者是我觉得真的好辛苦，所以走到今天，觉得好像这个事情可以快要跟我没有关系了。对，因为跟一个作品这样翻来覆去，真的很认真做这个，就是进到剧本拍摄到后制将近2年的时间，真的蛮不愉快的。蛮不愉快的，心理上不太愉快，因为它真的太困难了。但我没有写过书，就是一个人一支笔一张纸，可是我们是要跟这么多人沟通，这么多人。你刚刚讲100个人，是就是即使是我作为一个制作人，我应该是这个案子里头最有权力的人。但是我想要做的东西都不见得能够绝对的贯彻我的意志。对。你就是要跟妥协沟通，对，但是沟通的过程，可能你也会反过头来被说服，对，你也会有疑问。所以刚刚比方大家问我说，你为什么不坚持到底？我觉得，因为那一瞬间，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对的，对，或者是我是不是真的想要坚持这个事情。对，如果我很确定的话，我就坚持下去。对，可是其实当下其实也不确定。我有很多时候，因为我最常会面对到的情况就是，反正我跟你说了，我们大家都跟你说了，但我们都会尊重你的决定。其实那时候我心超慌的。其实我们常在讲说，你应该要坚持你自己该做的事情，然后你要相信你自己要做什么事情，然后你都给自己加油打气，然后你也相信你自己，然后忽然你的同事对你很好，说我跟你说这样，但我们最后还是相信你的决定的时候，然后你就开始说，那我之前的决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，就会开始怀疑，就你会在这个过程里面不停的反复相信自己，怀疑自己，相信自己，我觉得这个是免不了的。比方说我有一个合作的比较好的导演，我发现我们最初在合作的时候，我们都会逃避沟通，然后逃避沟通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，我有跟他说，我觉得你不信任我，他当下就回我说，就是信任需要时间，但是现在我们在合作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我们的沟通变多了，对，我觉得就是经过那个过程，就是刚刚说的前面那个觉得不信任跟有点恐惧的那个过程，现在就变好，但是其实走那个过程是很忐忑的。那会不会是因为在建构这个信任的过程，是因为我们看的远方的目的地其实是不一样的？有可能，所以那个信任的过程非常难建立。有可能啊，对不对？就又讲到我以前服务的导演，就是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就是跟大家关心的事，就是我曾经服务一个很厉害的导演，有一次他就跟我讲说，伊邦啊，你想想那件大事，你现在眼前遇到的困难不重要。我当下真的听不懂，我就想说，我每天经历的这些事情对我来讲都是大事，我真的不知道你说的那个大事是什么。但是我也是到很久以后，他可能那个大事就是一个隽永的作品吧。可是那个当下，就是他看到的是那个时间尺度上的东西，但那个时候每一天的那件事情，我要处理那些事情就足够困扰着我，所以你就说那个目的不一样。我的目的就是解决我每一天很困扰的事情，对。可是他的眼睛看到，他看不到我的问题，对啊。对，通常都是这样，通常都是这样。那当然都就是像现在，我也常常会，你说的没错，觉得也会跟我某一些同事讲说，就是我不想管那些执行的事情。当然我会有一个声音提醒我，因为我毕竟在这个职位没有很久，我离我还是小朋友的时候还是有点近，但是我就比较能理解。我可以理解你刚刚讲那个，就是譬如说你年纪不一样，职位不一样，你站的角度不一样，做的事情不一样的时候，你看的东西的深浅远近就会完全重点放在不一样的地方。我也是，就是
这5年来，就是开始自己就是做创作、做制作，然后做老板，我才体会很多当初我老板曾经对我说的话。但其实我当下我发现我也都不理解。这个世界没有真相，只有视角的问题是真的。对，其实是，或者是缘分。沟通很重要，但有时候就是沟通不来的时候，我们此时此刻站的视角跟情境不一样的时候，分手也就是刚好啊，是啊，但是不遗憾。但如果他把他这个同样的情境换成家人或是伴侣的时候，他又完全是另外一个 scenario。比如说今天跟你的这个另外一半讨论这个性爱上面的困扰的时候，还是可以适用这样的东西吗？我觉得如果真的沟通不来，就是我的编码跟你的解码或我们的视角不一样的时候，那就分开吧。但我另外一个声音也会告诉我自己，也许我们撑过去，撑到我们在同一个视角，或我们听得懂彼此的话的时候，它就过去了。我们等待这个时间过去，让我们都成熟。那如果等不到怎么办？像这部剧里面就等不到啊，就没等到，听不了牌，差点上钩，那就是缘分啊。以你的人生来说，你会希望你成为你人生最好的导演、编剧、演员、制作人、摄影师，你会想要成为哪一个角色？在你人生的角色里面，自己人生。对。如果可以，其实我蛮希望成为一个很好的演员。我觉得他可以体验不同的人生，但是我到现在我不太敢了，因为我觉得创业来做一个制作人是我人生最大的冒险，所以我不敢再去做更冒险的事情了，我不敢再去体验别的人生了。但是如果就是我可以的话，就是我的能力够的话，我会蛮希望成为演员，因为你可以去体验不同的人。Okay, 我确定他是一个好学生，我也确定发现这个人很然后很想要变坏。我也是我真的是到很后来才发现，我的那个好学生性格很严重。其实我成绩不是特别好，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比较叛逆的孩子，出来工作之后发现我实在是规矩太多了，对我自己，就对别人不会，但我对我自己实在规矩太多了。所以你们剧组人对这部戏的形容是正确的啊，因为其实大部分人其实像 Ella， 大部分人像 Ella。对，就像我刚刚听一开始你在讲杨谨华搂着你的腰说，就是你有没有比较放松一点？我忽然觉得你就是 Ella 本人啊。其实我并不是谨华那个，都是杨佑宁。其实你就是 Ella 本人啊。那你呢？如果是你呢？你会是哪一个角色呢？其实我觉得我不是里面任何一个角色。你不是？我不是。我觉得你很像杨佑宁。不是，我不是杨佑宁。假的？我不是。为什么？我本来不是杨佑宁，但后来选择变成杨佑宁，被驯化。那你本来是？我本来是化外之地的人啊。就不是里面所有角色。对 OK， 理解。但我觉得可能也是来自于，就是我自己比较年轻的时候，我蛮喜欢看，不确定是不是拜德，但我确实喜欢看一些比较挑战竞技的东西。也是大概过35岁以后，我觉得我越来越希望，包括我自己喜欢看就是温暖疗愈一点的东西。所以虽然这个故事他讲的有些东西蛮写实的，但我觉得我们的表现其实蛮童话的。很多人有就是看完以后觉得这世界上真的有杨佑宁这么好的，就是林书哲这么好的老公吗？我懂。我们有一点把这些行为再美化一点。对，就生理上的角度来看，就是因为过35岁之后，这个荷尔蒙分泌的这个激素会下降，因为觉得每天都太累了。对，所以这个动物的本能就会稍微差一点，没有那么想要当这个 animal， 但其实本质上我们还是 animal。人本来就是 animal， 人就是一种 animal。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时间就是人都活在这个世俗的框架里面，或者我们不要讲世俗框架，就是你每天醒来，你就要比如说看到你妈妈，然后看到你老板，看到你身边的合作伙伴，你要装得像个人嘛。你再怎么样，你要演得像个人嘛。所以你再怎么样，你都要扮演一个不管是女儿也好，儿子也好，员工也好，各种角色，所以你会尽可能去符合这个角色的期待。但你演到一个程度之后，你就会发现老娘就不想演啊，
所以我应该还在逃避，我不但不想看自己真实的样子，我也不想看到别人真实的样子。可是我后来啊，最近我有发现说，人如果会逃避啊，逃避也是一个过程啊，逃避也是一个很好的过程。对，逃避也是蛮好的一个过程。或许逃着逃着啊，他可以逃出一片天啊。逃这件事情就是为了要有一种追求嘛，不然你干嘛要逃呢？它是一个缓冲啊，我是觉得。对，就逃是为了有一种追求，所以你才有逃的必要性嘛。对，我如果都没有要去哪里的话，我干嘛要逃？对，所以它是一个过程。然后后来想想也蛮好的，我后来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。逃不见得是坏事，不见得是坏事。然后我就只是想说，看你逃到什么时候这样。这有点像我们刚刚说，就是我觉得可能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分手或离婚，但我反而看我们的父母，我觉得他们都可能会经历一段冰冷期，但是他们因为就是那时候各自逃避，然后度过了这个时间之后，又只有彼此，然后那个是就继续下去了。是啊，对，所以是。也许就是我们刚刚讲说，我当然觉得我们沟通不了，那就做回自己，那没有缘分。可是有时候我们去忍耐或逃避这个我们沟通不了的时候，也许那个时间就过去，状态就自然改变，就又走在一起。然后或许那个也某个程度上，我有时候去用另外角度去解读这个事情是，或许那是因为我对你还有爱啊。我也这么认为，所以我才选择逃避啊。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逃避是因为你真的有爱啦，所以你就暂时去忍耐它。对，不管是逃避冲突也好，逃避沟通也好，然后各种逃避，逃避你自己的欲望也好，很多时候逃避是因为我还想要继续跟这个人待下去嘛。其实是相处，我暂时没有想到解决办法，我们就先不解决。所以我们以前会觉得你对我只剩下责任。我觉得如果只剩下责任，他却还不走，那也是一种爱吧。他是。我觉得是，就像那个严正国那个角色吗？对，你必须要去理解说，这个世界不是只有，尤其是你的人生，不是照着某一件事情去做就会是标准答案，然后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。对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是因为这个剧中其实一直在讲，常常在讲沟通这件事，但其实我们更想讲的是，不沟通也是一种沟通。当然，想做这个题材还有一个原因，是因为我曾经看过一本书，叫做身体受的伤，心里会记住。然后我自己是一个，从现在的访谈你应该可以感觉到，就是我其实是一个很逃避諮商跟一直去对话跟去的人。我不知道，就是剧中某些就是那种台，就是一直讲这个事情就会好吗？你干嘛那么坦白？然后让我发现一件，我你干嘛那么坦白？他忍不住了，我很逃避这件事，但有一次反而是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，那要不你去运动吧。就是他说，就是我后来发现跑步啊，我在做皮拉提斯，然后包括我发现按摩。我前一阵子就是因为在做这个戏的准备，要进到最后宣传这个阶段的时候，就我身心压力真的非常大，然后我常常觉得非常的不愉快，我也不知道要跟谁说，因为作为一个制作人，你把你的焦虑去跟别人说的时候，我觉得你会让整个团队更有压力。然后有一天我去做物理治疗，我的物理治疗师就是这样子揉下去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我要哭了，我就跟他说，我真的好谢谢你哦，就是你这样揉我的身体，揉的那一下，我觉得你把我心里的郁闷都揉出去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不是只有一直讲，就讲是一个方式，但是有时候其实那个用肢体上去沟通，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个蛮好的方式。这是真的你知道有一阵子啊，大概不知道2010几年，反正就是我们那时候餐厅还开着的时候，我压力超级无敌大的，然后那一阵子啊，我每天在想的就是疯狂性爱这件事。真的，你身体就剧中有一句台，就是你身体开心，他就拉你的心一把。我们一直想用心去解决身体的问题，对，但也许你把身体的问题解决了，你心的问题也有机会被解决。确实互为表里的事情。因为我说那本书，它其实在讲，比方说他在讲有某些 PTSD， 比方对美国大兵，就是其实你去按摩他的身体。
其实也会让他舒缓一点。我觉得当你的身体被爱了，就是就像狗狗，你去摸摸它，人的身体被抚摸，我觉得真的可以帮情绪蛮多的真的，我懂，我忽然理解，就是紧绷的身体，需要按摩心理，紧绷的心理需要按摩身体。就是我那段时间我的郁闷，我真的都不知道我要跟谁说，但是就是那个物理治疗，他很就那个从我的背揉到前胸，他这样一揉下去之后，我真的跟他说，就是谢谢你，就是我不需要说任何话让任何人理解我，但是我觉得身体也舒坦了，我好像那一天情绪也好一点了。但我刚才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在这部剧里面有一个提问啊，你相信有灵魂伴侣这件事吗？我现在不相信，但我曾经非常渴望。小时候，应该说我有曾经跟有一个朋友，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就无所不谈，真的就是可能认识1-2天，心灵上非常契合。对，然后聊到，我记得聊，就是聊到天都黑了，我们都没有意识到，就是这样一直聊天，从外面从白天聊到晚上，都舍不得去开灯。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好，但是就是对方是有女朋友，当然也不是说要不要去抢过来这件事，是你没有感觉到那个氛围，只有就是你在灵魂上面的那个交流，真的非常愉快。但是那个东西它没有延续，我没有延续到真的，我们没有进到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也没有进入到身体的关系。但是我觉得我蛮怀念，就是我常常会怀念起那样的，懂啊，精神上的连结对。但是当你到这个年纪，这把年纪了，你看，我开始也会问我自己说，那是不是只是我的一个幻想？就是因为他没有进到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所以他成为一个想望。对，而且没有肉体的欢愉，对的验证，对，不算数。可能不算但是我非常记得，就是那种感觉是什么东西啊？没有，就烂死了。所有东西就是比如你感受到性关系，对，你感受到它的好，必须要验证嘛。就灵魂伴侣是不是爱情？如果没有性关系，要验证一下啊。对啊。那你有过这种感觉吗？就有一个人可以跟你聊到天都黑了，都舍不得去开灯。有吗？有。那你们有进入到那个肉体关系跟柴米油盐酱醋茶吗？有进入到肉体关系，有进入到肉体关系，但没有进入到柴米油盐酱醋茶。没有，因为肉体关系感觉不好，就直接放弃。你没有看过 Before 3部曲吗？对，有。然后我们就说，那我们不要勉强了。就留在那里上的那个，我们记得那个前面那个，但那种记忆中的美好其实蛮美好的。对，我觉得有时候人生就留在某一个氛围里面，不错啊。不是法国电影都在拍这个东西吗？在留在一个，但是在你刚刚讲的那一瞬间，我才理解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剧情安排。我突然明白一件事，无论如何，我们人生一定要留下一部 MV 才行。真的啊，对，我觉得对人就 MV 就是很多空白嘛，没有办法所有事情都解释的这么清楚。对，不要解释的是真的啦，有一些东西是没办法解释清楚。所以你人生有几部 MV？ 没几部。我到后来到这个阶段，我都怀疑是不是我自己的想象。没关系 ，MV 就是一种想象。那应该有个3-4部吧。哇，我突然觉得人生有留下几部 MV 也不错认真的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你几部MV 吗？对啊，你留下几部 MV？应该也是3-4部，2-3部吧。算好，先算好。2-3部跟3-4部有差别吧？2-3部吧。这么精确的3部吗？2-3部不知道。认真，不想要把什么人都塞进来。那个现在在听的底下留言，你留下你的人生有几部 MV？不错有些就是相见不如怀念啊。但有时候我觉得，
就是因为没有深入的理解，对，才更美好，就变 MV 了啊，对啦，是不是？对，有后续的，他就看是不是残酷的剧情片，对，没有还是写实的纪录片？认真相处下去就是纪录片的啊，那不会是 MV 啊。那我反问，你觉得性爱可以分离吗？我觉得性爱是可以分离的，但是性爱可分离的代价实在太大了。毕竟你不是一个人存在这个世界上，所以你如果想要跟另外一个人好好的相处的话，某个程度上你必须要适度的、稍微的做一些相对的妥协。但是妥协不是为了别人，是为了自己。就像我刚刚讲那，就是所以虽然我们都是 animal， 但是我就觉得我家的狗狗，我觉得它也有爱的需求。我们应该很渴求的还是爱，就是不是 animal， 应该说 animal 也想要一个好的生活。animal 对好的生活也有一定的期许。所以我觉得人最大的冲突是因为我本身是个 animal。但我也想要融入这个社会，我想要好的关系，我也想要好的伴侣。所以假设我要想要这两者都要兼顾的时候，我就是必须要同时是个 animal， 我同时也要照顾我身边的人，这个才是最难的。你当然很容易，就是我就是当个 animal 就简单，或者我照顾这个社会需求就很简单。但你如果只照顾任何一边的话，你的心里一定会失衡的。所以对我来讲是怎么样去平衡这两个你都想要达成的目的跟需求，对我来讲还是最重要的。性只能解决生理需求，但它没有办法解决爱的问题。但是当有爱存在的时候，我觉得在性跟爱之间，我觉得最终大家寻求的还是爱。我觉得只有性会有点孤独。因为你去理解这个人世间性的时间可以占多少，其实非常短暂，在你的人世间。就是如果男生有时候不小心5分钟、3分钟、1分钟就结束了。所以你如果靠性去解决你的孤独感的话，你大概只有1个月，有没有？30天有好多个分钟都是在孤独的状态，然后只有2-3分钟是不孤独的。所以你如果靠性去解决这件事情是不靠谱的，或者说这些东西都应该存在，就跟我们人生跟日常一样。对，它是愉快的啊，但是那一瞬间，但你不能靠这个事情去解决你的人世间的孤独感。当你一直在高潮，或者你一直在很愉快的时候，对，它可能也不是那么有趣。但它是可以存在的，它也没什么不好。它就是，但你如果真的想要解决你人生的孤独感的话啊，我知道应该这样说，就是不是说性跟爱是可以合在一起，还是可以分开，而是可能我们都需要，它不能分开来看。对，它不能分开，它不能只有其中一个。短暂的一个时间尺度里可以，但是拉长时间的尺度，我觉得不可以。你们有想过说可以让爱卡在爱与不爱之间吗？哇塞！让爱卡在爱与不爱之间，我觉得可以吧。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，有些人他只需要陪伴，那一段时间的陪伴。有些人需要陪伴，有些人需要爱，有些人需要性，有些人需要不一样的东西。每个人需要的东西不一样。但你觉得可以卡在爱与不爱之间吗？我觉得不是可不可以卡的问题，是双方对这个感情会有不一样的期待的问题。你知道吗？我说的那个卡在爱与不爱之间呢，就很像Tango， 就是他退一步，我进一步，他进一步，我就退一步，他就卡在那个爱与不爱之间。老实讲，如果问我，我觉得就是人的需求，或者是我觉得他没有单一的标准。所以我刚刚讲说，就对我来讲，我觉得，我现在觉得性跟爱不能分开，但并不代表我觉得你性跟爱不能分开。就是说，我觉得有些人他就只需要性，有些人他觉得爱很重要。我觉得有些人他只是需要在爱与不爱之间，他需要的是有一个人在他旁边陪伴他。有些人他自己一个人，他也觉得能够很安稳。
我懂，但是我要讲的东西是说，有一些关系最棒的就是卡在爱与不爱之间。某个程度上，如果以现在的我来说，因为我现在不谈恋爱了，但是我觉得在人与人之间，我其实蛮喜欢有一定的距离感。因为有那一定的距离感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分寸就是比较不会请了。那个有一点的分寸感，我觉得蛮舒服的。你听起来是比较喜欢单纯一点的东西，对。但我知道你在问的问题，就是有时候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就是处在那种爱与不爱之间，其实有时候它会是最朦胧。爱与不爱都需要勇气。我理解你在说的那个东西。那这个是我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的东西。我有一个蛮要好的男生朋友，我们应该连表白都没有。如果严格说起来，就是喝酒的时候开玩笑讲过一次，但因为我觉得喝酒讲的话都不算数。对，互相欣赏吗？我觉得互相关心互相关心啊。然后很长的时间，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长久。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你说的爱与不爱，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所有聊的东西，譬如说性跟爱能不能分开，有没有道德，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，其实都在每一个人的价值观里面，他没有正确答案。所以我刚刚在问的那个爱与不爱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长或多短，那个间隔到底是紧的还是宽的，它也没有正确的答案。如果对你来说它是处于爱与不爱之间，那它就是处于爱与不爱之间。可是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是，这个世界上或许真有这个东西的存在，而每一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。而那个画面它的距离可能看似近，但环似远。就那个画面是很微妙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形容。但是我刚刚突然在听你们聊天的时候，我突然有那个感触，就是爱与不爱，或许就在那个之间而已。他并没有真的爱，他也没有真的不爱，但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。没有人有正确答案，没有人知道，不是没有人知不知道，而是没有人有确切的答案，因为你的视角跟我的视角是不一样的。有一些人可能，我们身边有很多离婚的人嘛，他可能会问说，他为什么可以说不爱就不爱了？没有，他没有说啊，但是说爱的就是爱吗？所以我说你不会知道他爱与还是不爱嘛，所以那一段关系他很可能就卡在那个爱与不爱之间。或许，可是也有卡在那个定义里面了。对，或许，然后还有一些或许是我们不是真的进入那个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我也没有真的进入到表白的那个阶段，但你说他不爱吗？不见得啊。都爱。那你觉得他爱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他就是卡在爱与不爱。那什么是爱呢？maybe 爱可能是一种纠缠吧。可能吧，不知道。爱也是一种很纯粹的关系，也许是纠缠，也许是很纯粹的关系。我觉得你这样解释，我觉得某个程度上，爱也是一个一开始一定是一个纯粹的关系，只是到后面都会变成很复杂的关系。因为人是很复杂的。你觉得在你生命当中有卡在爱与不爱之间的关系吗？其实被你这样一问，我都觉得我有很多卡在爱与不爱。那你有吗？你有吗？没有，我没有。你的人生没有这部 MV？ 我没有，我不要纠结。你不要纠结，就纠结对我方不利。对你不利。我本人不纠结的。我后来大概到35、6岁的时候，我有碰到一个比较像林书哲，就是姚宁饰演那样角色的男生。我就很大方的跟他说，但我不确定我有没有够直白。你就像那个老板娘一样吗？就像那个交给他设计案的那个老板娘。你是说就靠近他，然后这样。没有。你说孙兴的前妻？我是美珍姐，对，我没有那么有能耐。对，我是跟他讲说，
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话，我一定倒追你。然后对方愣了一下，就说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。然后我们就又吃吃喝喝了一阵之后，他就拿了他女儿的照片给我，可是我对他有责任，但我们就维持很长一段时间蛮友好的关系。爱与不爱都需要勇气，于是我们都选择了逃避。但是我做不到像美珍，就是美珍姐饰演的那个角色。美珍姐那个很厉害的，在旁边呼气的。我没有，我没有那个能力。可是我里面最喜欢的其实是 Ella 妈妈，我也很喜欢。我觉得他是我们的想望，就是我觉得他真的是帅，就是任性到一个极致。我其实跟我一个就是帮我们做歌曲统筹的同事聊过这个角色，就是他最后不是有一场哭泣的戏吗？他一直觉得他还是为他孤独，他其实终究是一个人这件事情而哭泣。可是我跟导演就不觉得，我们觉得他只是抒发那一刻的情感，跟被他女儿理解的那一瞬间。因为他们要帮我们做歌曲嘛，所以他在看那场戏的时候，他就觉得，好吧，那他先以我跟导演的思维去想那场戏的音乐。可是他全部做完之后，他还是告诉我，他不认为，他觉得他还是为他的，不论是寂寞或是孤独，或他一个人而哭。但我觉得他只是，就是我觉得他是接受，他也喜欢他这个状态，可是他有一个情绪在那瞬间传达那个情绪。那你们当时是怎么去传达这个角色去给琼轩姐的呢？我们希望有一个做自己的母亲，她没有要成为一个标准的母亲，她在爱情里游走自如，没有既定的框架。当她知道这不是她要的爱情，即便她还是，我不敢说那是爱，其实我还是蛮喜欢这个人的，但我依然可以选择离开。我要我的生活胜过于这段爱情，因为我觉得人有时候会在爱里牺牲自己，因为你觉得爱这件事情比你自己还重要。但是我们希望传达一个角色是，他觉得爱自己比这件事重要，因为其实不是只有爱与不爱，所以我们希望他是一个很坦然面对自己生活状态的人。我觉得琼轩姐那个角色对我来说很酷的原因，是因为其实在这个角色里面，应该绝大多数的人会去形容琼轩姐那个角色就是敢爱敢恨嘛，或者是洒脱。我想到刚刚就是其实我在成长的过程里，我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女生，就是一直很没有自信，因为就是在同龄的女生，就是我的很要好的朋友都是长得很漂亮的女生，所以我跟一群很漂亮的女生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长得很普通。然后在我成长的过程里，比较算是聪明的女生，但我觉得我在成长的过程里，没有，我自己觉得没有那么可爱，然后反应比较快的女生。没有被鼓励，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自信。但我觉得到了现在，虽然我常常觉得我做我这个工作，我觉得很困难，我觉得很辛苦，我觉得很不容易，但我觉得我比以前自信。我觉得那个自信是我接受了我自己的某一些缺点，或是我做不到的事。所以我觉得回到琼轩姐这个角色，我还是觉得她那个哭泣不是为哎呀我怎么那么孤独而哭泣，而是说我已经接受我没有办法跟人有一个稳定的情感。我觉得我接受我自己，但是我能把我的情绪宣泄掉。我觉得现在的我比以前的自信跟比以前的自在，我觉得我可以逐渐去面对，我可能没有完全面对，但我可以逐渐去面对我做不到这件事。以前我会为我做不到很自责，比方说不论是在工作上在情感上，就我不是一个很会谈恋爱的人，但我一直觉得就我不太会谈恋爱这件事情，我一直在找原因。那你觉得琼轩姐那个角色是很会谈恋爱的吗？我不确定她会不会很会谈恋爱，但我觉得她接受她没有把恋爱谈好这件事。我反而跟你想的是相反的。我说我在看琼轩姐这个角色，你觉得她不太会？没有，她是最会谈恋爱，她最会谈恋爱。我觉得她最懂什么是恋爱，她不见得懂什么是爱。但她是最会谈恋爱，最会谈恋爱，她是谈恋爱的高手。谈恋爱跟懂爱是两回事，但我觉得她是最会谈恋爱的人。但某种程度上，
我也觉得他是最珍惜爱的人，不见得最懂爱哦，但我觉得他是最珍惜爱的人，所以他享受也珍惜也懂恋爱，他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什么时候该结束。对，我喜欢解构，我喜欢把那个东西都拆开来，而不是把它混为一谈。那我们常常都会混为一谈，就是我刚刚在问你有没有在你人生当中有爱与不爱之间，就是这个，就是那个是一种恋爱啊。是吗？我觉得你鼓励到我但是我真心的这么觉得，我觉得恋爱它就是恋爱，就是恋上爱这件事，但他不是真的懂爱啊，我只是贪恋上爱这件事情而已。可是贪恋不见得懂，所以不要那么 take too serious，就 enjoy 就可以了。可是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因为我常常在想，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是爱吗？但是我说刚刚被你鼓励到，他不管是不是爱，但我在当下有恋上这个感觉，它也许就是爱。所以你刚刚说就是介于那个爱与不爱之间，我反而觉得好像就是那个东西。我觉得我没有很相爱过，都在爱与不爱之间，那也不错啊。是吗？所以我觉得，那我释怀。那没有什么不好，那没有什么不好啊。我其实觉得蛮美的啊。不然其实对我来说啦，就是以理科的角度来分析这个事情。理科的角度，理工男，我是你是理工男啊？我不是理工男，但是我的脑袋是理工男的脑袋。就是其实我觉得谈恋爱这本质啊，其实只要你够会幻想的话，你都谈得成。那我一定很会谈恋爱。对，但是如果你要把它转化成另外一种实质的什么爱啊，或者是什么比较更深刻的东西，它就是要需要各种 suffer，它需要各种忍耐，承担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微博，然后你最后还要想办法跟这个人在一起，它就很变得超级复杂。但我觉得其实谈恋爱本质是非常单纯且美好的，因为它就是你看到一个人，你觉得他就是你这一世的真爱，你有非常多的投射，然后你看到他，你感觉很开心，这件事超级难的，不是常常可以遇到的，这本身是很美好的 ，so nice， 好羡慕啊！本身是很棒的啊，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，超棒的。In the end， 我想问，就你人生到现在你也45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不管你人生有多少部 MV，然后多少部剧情片，或多少部纪录片，在恋爱关系里面，对你来说，爱是什么？因为没有进到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如果现在问我，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美好的想望。其实很多我身旁的朋友都知道，我喜欢一个男生，大概有，我觉得当然你很认真的喜欢，就是17岁的时候那种认真喜欢，可能2-3年。但是他在我的心里大概有个10几20年。对，他那时候就问我说，就是我为什么可以喜欢他2-3年，我43岁25年。对，他那时候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就说我觉得我应该是喜欢我们初相识的那段时间的美好。所以你说爱是什么？我觉得可能是喜欢自己当时的状态。我没想到